我先帮您开1周的量，没有依赖性，放心吃。没事。你是给我看精神病的，你有什么权利让我看别的科？李长宁，你这样是在打搅我工作。你为什么要让我看那样的科？因为我认为你为了赚钱，在对自己身体毫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捐卵，你肚子上的痕迹是促排针打出来的，而且短期之内不止1次。我帮你安排妇科的检查跟会诊，是想帮你看看，你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生出孩子来。失个恋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第1天哭哭可以，第2天就该删了拉黑，第3天该吃的就吃，该玩的就玩，再重新去认识一个新的男朋友。你说让我找个新男朋友，那句话你可以不听。有的时候，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可不是都说一生一世一双人吗？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怪我弄丢了他送我的同心锁项链。他说我不珍惜我们俩的感情，我没有啊。不珍惜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他应该很清楚你的经济状况。你给他买手机，在外面租房，难道他就不问你钱从哪来的吗？取卵之后，至少14天不能同房。你频繁不规范的取卵，已经让你的卵巢功能严重受损。再加上你们完全无防护的性生活，你这么严重的感染，我就不相信他看不出来。他真的有在乎你吗，李长宁？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生孩子了？那要看你了。如果你好好的接受医生治疗，不要像以前那样糟蹋自己，我相信你一定还有机会当妈妈。听到了？什么声音？她的脚受伤了。对呀，被她男朋友咬的。怎么会这样？还好店员及时发现，不然差点被咬死。仓鼠是一种领地感很强的动物，母亲、子女幼崽，或是交配过后的雌雄双鼠都会打架。你男朋友咬你，你很伤心吧？但同时也很坚强。但他很快就想通了，不仅不再伤心，还狠狠地咬了回去，让自己死里逃生。我把它买回来，但我最近忙，还没有时间照顾好它。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照顾几天？它的伤养好的时候，你也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这个小马是干妈最喜欢的，说是干爹送给她的。干妈走了，干爹一定比我们还要难过。那我们就替干妈收着。难怪他要挪用客户的钱，这把房子都押上了。30日之内如果不还款，这房子就要收走拍卖了。这房子是雷雷的命啊！他还清贷款那天，还专门请我和小乐去吃了饭。你说他怎么会舍得？他炒币是不是加了杠杆了？因为加了杠杆以后，一旦出现亏损，他就必须交那个保证金，要不然就会强行平仓，血本无归。那什么都可能押上。你说这个贷款公司会不会和雷雷投资亏损那个平台是一伙的？可是他这投资公司你不是查了吗？说挺正规的呀。你再查查这个贷款公司。哎，你跟小乐没事了吧？啊，没事了。多亏罗医生。罗医生？是什么罗医生？你不认识，是个心理医生。啊，你就用这个查？这我都查过了，没有线索才来找你的。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渠道呢。我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你让我查个天气预报行？行吧，那我走了。你还不下班？我今天加班。哟，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没有。哎，对，那个钱，如果一定要还的话，我这儿还能拿回。不用，怎么着也轮不到你这儿，我再想想办法。我先走了啊。行，你别太着急啊。我们在捡雷雷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100万，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抱歉，女士，您这些物品我们店不能收。为什么？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是正品。这些都有发票的。现在奢侈品市场仿冒严重，不少仿品呢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而且还能提供包括发票、全套包装，甚至信用卡、水单在内的一条龙服务。这几件价值最高的，这几个包，这块钻表、手镯，我们确认都是仿品。仿品？除了在专柜买的可以保真，其他途径比如代购什么的，都可能买到假货。那这个小马呢？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也是仿品。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稍后再拨。李警官，啊，袁老师，什么事儿？那天夏雨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说聊得还挺好，有这么回事吧？有。当时他刚救援回来，见完你就跑去医院看蕾蕾父母了。见谁呀？见我？我俩没见着面啊。啊？不是，他打电话来说收到了我们的电话留言，问有什么事儿，我就把大概情况跟他说了。他知道简蕾蕾母亲在医院嘛，就说先去找你们，问能不能等她回来再做笔录。我说可以，但他后来又说什么去哪儿？闽州，说闽州有个渔船事故，需要他们救援队过去支援。我就说那你先去忙你的，回来再弄呗，这事又不着急。你人都没见到，你居然就同意了？哎，你怎么当情人？你怎么做警察的？你简直就是玩忽职守！不是，严老师，我们办案讲证据，是吧？简蕾蕾畏罪自杀，证据完整，链条清晰。单就这个案子来说，结案没有任何问题。他跟夏意的资金往来没有可疑之处，我全查了，人家又没结婚，啊，我让他过来也就是配合我们调查，做个笔录而已，他也不是犯罪嫌疑人。那夏意为什么要骗我，说他见过你了？他在这个事情上撒谎，你怎么能保证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撒谎呢？他电话打不通，送给蕾蕾东西都是假的，车是租的，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太奇怪了吗？奇怪的事情我会查，好吧？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你不能因为你感情用事就说我们办案机关。我没说办案机关，我说的是你。叔叔，蕾蕾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夏意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没有啊。我听说夏意经常给你们寄保健品，那保健品的包装袋或快递单号什么还有吗？都是小夏买的，让蕾蕾寄给我们的。那夏意和蕾蕾回老家，你们有没有拍过合影？怎么出什么事了？没事没事，我就是想把和蕾蕾有关的东西整理一下，算是留个纪念吧。谢谢你有心了，不过没来得及拍，他们俩赶上个周末，忙忙叨叨的来，待一天就走了。好，没事了，叔叔，我挂了啊。夏意，俩女的，一老头，还有一服刑的没了呀。胖，胡所电讲稿写完没？快点，催了。写着呢，写着呢。小王八蛋，人民警察都敢骗。胡所，干什么呢？这是？哎，这谁让你查的？快给我停下！你给我说清楚。是我，重要情况，我严重怀疑啊，那个夏意用的假身份。我刚用咱们系统查了，没有一个对得上号的。还有啊，他用那手机号找号贩子买的，就用了这么半年，而且几乎只和简蕾蕾通话。他租车用的身份证都不是他自己的，用了店员的。你说他这么处心积虑的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咱们是不是应该查他一查，行不行？师傅，行不行？那这汽车包我都查了，这没有夏意这个名字关联的公司，失信人员名单上也没有这个名字。我又查了一遍和蕾蕾的聊天记录，她没有给我发过夏意的照片，手机联系不上，一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就跟人间蒸发一样吗？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呀？那如果真有事儿的话，那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别跟我提警察，遇到一个胡子都没长齐的小孩，什么都不懂，还跟我打官腔。严家乐，你这都出来5回了，这次你要拿什么呀？
你都有女朋友了，干嘛还来找我妈呀？你瞎说什么啊？我跟你爸爸在谈正事儿。什么正事儿？哎，对了，乐乐，以前你跟干妈干爹出去玩，你们都会去玩些什么呀？就看电影、吃饭什么的。除了吃饭、看电影，还会做什么？上次泡温泉，干爹也去了，他游泳可专业了。他这里还有一道好长好长的疤，说是有一次救援时被沉船的锚划的。你给他们拍过照片吗？你又不给我买手机，我拿什么拍啊？这借口找的。还有什么呀？干爹打游戏可专业了，他之前还带我一起上分呢。打游戏？就是这个。呀，你都有这个皮肤了？哎，怎么了？干爹把账号注销了。一般人不玩，顶多就把号放着，没人会把号给注销的。东 A4728K 是一辆路虎，我当时打电话来确认过，他就是在这里租的车。系统已经查过了，真没夏意这个人。大姐，就是你举报的我们吧？警察已经找我们罚过钱了，你还要怎么样啊？警察？我跟李警官把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那个叫什么夏意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是多给了我点钱，用的我的身份证办理的租车手续，按时还了车也没出现事故，没必要报警吧？抱歉啊。喂。哎，我登录了小乐的游戏账号，翻了一下他的对战记录，就是有一段时间啊，他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意。我把他那个头像的图片给你发过去啊。张宇。我这儿有张图，围在这眼睛周围的应该是章鱼的触角。你要是想起来谁闻过，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老陈，有人闻过这个吗？这个是美杜莎之眼。没有。那怎么把周围的蛇都改成章鱼了？傻该。麻烦你了。嗯，没事。威哥，哎，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没见着人。我出外勤呢，有一个肇事逃逸的嫌疑人跑回西北老家了。我和东子刚抓完，正往回押呢。哎，那我前几天给你发的那个夏意的资料，你看了没？谁？夏意。啊，那个好像没有人报案，也没人立案。你想让我查查？那这么的吧，你要忙的话，要不我跟同事先跑一趟。好，挂了啊。钱雷雷调入我行 VIP 服务部时间不久，这几个月他参加的客户活动签到表都在这。活动啊，主要以 VIP 红酒品鉴会为主，没有发现二位所说的夏意的名字。那这种 VIP 活动现场有监控吗？没有。高端客户一般都很注意自己的个人隐私的。这个周兴盛是，咱们是首富那个周兴盛？对，就是他。里海商业银行红酒拍卖会，简雷雷确实在。你好，您是这儿老板吗？对。那个，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闻过类似这样的纹身？这外面围着一圈，类似是这样章鱼的触角。
我这儿一般都原创啊。你这图差点意思，没见过。哎，毛人，雨胖，这个图要不您留着，万一您想起来，您可以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手机号。行。圈里这人给客户闻过，发过一个微博，你看一下。梦里人。李总啊，您说的都对啊，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2个段落上啊。您放心啊，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只要资金到位啊，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儿。刘总，啊，严总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喂，哎，小吕，我告诉你，小吕啊。这什么玩意儿？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做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赶紧去！好，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哎，怎么了？对不起，刘总，他一定要进。不是你们干嘛吃了？怎么还没轰走啊？不好意思，我们刘总在开会。哎，抱歉，刘总，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关系到一条人命，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不好意思，真的不行。您听到我说话了吗，刘总？刘总，你说的这个简雷雷，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还有，你为什么会把上面纹身那美杜莎的蛇也改成了章鱼触角？不是什么蛇呀，什么章鱼触角，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说的那个简雷雷，我就压根不认识。你要有任何怀疑，你报警去，你别跟我这儿添乱。刘总，我的好朋友简雷雷在去世之前，他抵押了房产，所有的钱都不知去向了。我这样说可能会不太礼貌。我看了最新的财经报道，您的这个公司最近也正好遇到了财务困难。住嘴！怎么回事啊？可心，你怎么来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怎么又发这么大脾气啊？不是，没有，甭理他，有病！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对不起，他脾气不好。还不走啊？我叫保安了啊！没吓着你吧？他是谁啊？我不认识啊。怎么样？产检怎么样？可好了，是吧？怎么不上去啊？你有女朋友了，我总去你家不合适啊。没事，你要想你，在这说也行。怎么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找到跟雷雷有一样纹身的人了。我看看，是个游戏公司老板，他叫刘平，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哎，那他没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蛇改成章鱼吗？没有。哎，
得把这个线索跟警察说一下吧。我起码得先证明他跟雷雷认识了，或者是有某种联系。不过他最近确实是挺缺钱的，财务状况很糟糕。但他有老婆了，我也找到他老婆的微博了，你看，看着像是个白富美。他缺钱，他老婆又这么有钱，那他就是想专门找这种有钱的女人捞钱，是吗？杨老师，你看看，照片里有夏意吗？我结束啦，一会儿就回去了。好的。你好，你是刘总太太吧？你是那天在我先生办公室？对，是我。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你怎么知道我先生身上有纹身？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不，你误会了。我是大学老师，我姓严，和你先生有个一样纹身的女孩，那是我的好朋友。她前段时间自杀了，生前欠了很大一笔钱。怎么会自杀呢？这也太可怜了。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那都已经是过去了。我们现在结婚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看过你的微博，你的家境好像挺好的。你什么意思啊？刘平找你周转过资金吗？严小姐，你太过分了。我很同情你朋友的遭遇，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你不要再骚扰我，也不要再骚扰我先生了。不好意思，于小仙，我如果说任何让你不高兴的话，我道歉。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高兴，你要是再骚扰我，我就叫人了。找我什么事啊？师傅，师傅，不是，慌什么呀你这是？我最近啊，跟我同学什么的打听，问着好几个，说是一开始谈恋爱，最后骗人钱的案子，我觉得跟简雷的案高度相似。我怀疑这里边有同伙作案，咱们应该立案侦查一下。这不，那个导弹他就不是，王子文警官他就碰见一个。哪片区的？报告胡所，我是小李大学同学，在上官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小李跟我说了以后呢，我就报告了所长。他同意我来跟您汇报相关情况。那怎么不穿警服啊？今天我休息，李胖非让过来跟您汇报。说事儿。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出警，有个女的要跳楼，然后救下来以后，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然后谈了一阵恋爱以后呢，那个男的非要拉她一起来投资。然后她的钱就被骗走了，然后那个钱呢，是她和她老公一起存着买房子的钱，然后她就被她老公打了，然后呢，她就心情不好。然后，第一，这作案手段不一样，一个是网上，一个是真人，再一个，作案结果不一样，一个是骗着钱了，一个是没看出骗钱。那我问你，怎么证明他俩是同伙？拿谁立案？你跟这瞎点什么头？你说案情，你说都说不到点上，那你说，那女的就他们揪下那女的说，在网上骗她那骗子，除了人好，还特别有爱心，最关键的是，也在一海上救援队当志愿者，是不是？对，我忘了。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李胖汇报，说这个人海洋知识特丰富，曾经在水产摊里认识一种毒螃蟹，叫同柱熟肉，你怎么知道？他未婚夫是叫夏意，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加锌的。螃蟹叫同柱熟。
点点。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喝醉了，回家之后，他直接就倒在床上，我就说给他倒杯水。然后呢？然后我打他了。然后他起来，突然一下就勒着我的脖子，然后就开始打我。你为什么打我？打你？我打你需要理由吗？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打你。好。不要！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错了就完了。老子不许吃不许喝的，你嫌弃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回去之后，他好像一直问我说，我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所以你就打了他。所以我他妈王八蛋吧，我王八蛋，我对不起他。多好一媳妇儿啊！被你打成这样，听说要拘留，还替你求情。真要和解？都这样了，你确定还是要跟他和解吗？要不是走投无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不会动别人钱的。对，是我们小许的照片。在这之前，你们警察同志不是来调查过吗？你们要找的人啊，不是他，还有别的警察找过他呀？是啊，不但有警察，而且还有2、3波的小姑娘，说是小许和他们网店，让他们投资，骗他们不少钱。邢师傅啊，你那儿有你们救援队所有队员的合照吧？有啊。小许啊，可是我们队的好小伙子啊。前一段时间出任务的时候，救人受伤了。一直都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的，也就上一周手刚刚能动一下，人家时间一对啊，这人根本不是他。喏，人都在这儿了。哎，好。你这是哪一个王八犊子？用小许的照片坑蒙拐骗的，太缺德了吧？这里边没有叫夏意的吗？我们队没有姓夏的，有个女的也打电话问过。忙的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的志愿者过来帮忙，但是那就人太多了，我记不过来了。啊，行，啊，谢谢您啊！哎，谢谢您，慢走。然后之后咱留个方式，如果有什么重要的线索，立马联系我。好啊，好，来，给我电话，你自己。好，我记下一下，来。妈，我好想你。你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很害怕。我好想见见你，可是我怎么都梦不到你。我梦到他了。哎，小夏，你来了。小夏来了。阿姨，干爹，
期了，我相信雷雷会回来看我们的。雷雷，是我不好，没能照顾好你。我们说好的，婚礼的时候就用你最喜欢的郁金香作为手捧花。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了。小乐，又长高了。一会儿我要去交墓地管理费，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到底是谁？你对雷雷做了什么？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雷雷说过。其实我不叫夏意，我是一个帕昂华侨，家里呢是做宝石生意的。这1、2年，慢慢把生意交给了我，让我过来开拓中国市场。为了做生意方便，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夏意。那雷雷出事了，你为什么都不敢去见警察？你知道，一块宝石值1万，或者是10万，甚至是赌石，这里边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家里生意这么多年，也难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所以这1、2年，我都是尽量避免跟警察打交道。所以你就骗警察，告诉他们你是做什么救援的，都是假的，对吗？不完全是骗人。生意不光彩，我心里有数，所以我总想着做点善事，就算是给自己赎罪吧。可是参加正规的救援队，那是要去民政局登记的，没办法，我只能是过去帮帮忙，做做志愿者。这个事儿雷雷也是知道的。那雷雷知不知道，你送给他那些表、包都是假的？我拿你送给雷雷的东西拿去做鉴定了，没有一件是真的，没有一件。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都是我陪雷雷亲自在专柜挑的，那都是有小票的呀。我给你看消费记录，好吗？算了，你看这个吧。哎，看看怎么样？你真的觉得好看吗？好看啊！但是会不会有点贵啊？而且这个镶钻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就得要夸张的，我老婆就得配这种不灵不灵的，闪瞎你那些富婆客户的眼。讨厌，买单了。雷雷啊，一定是缺钱了，所以把那些真的卖了，又不能让我知道，还得给换成假的。雷雷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啊？有件事儿，我跟谁都没说过。我曾经无意间在雷雷的手机里发现过那种照片。哪种照片？就是拿着身份证拍的裸照。你说，雷雷她去借裸贷？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不可能啊！这个是你在游戏里用过的头像，雷雷的纹身有章鱼。如果他的纹身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为什么也要用章鱼图案来做头像？为什么？因为我爱雷雷。我既然爱她，我就要爱她的全部，包括她那些不美好的地方。我之所以主动换成这个头像，就是为了让雷雷知道，我并不介意她的过去。
可真的是这样？我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你们知道。在蕾蕾心里，你和小乐比我重要的多。他那封遗书里一个字儿都没有提到我，提到的全是你们，不是吗？你可以拿去核实，大不了牵扯出家里的事儿，我顶多也就是被驱逐出境，永远回不来就是。我会的。师傅，你也听见了，又是毒螃蟹，又是救援队的，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您让我再查一查，开封介绍信让我去出境管理局核实一下，求您了。电信诈骗这个情况，我已经和刑侦的同事联系了。不一样，他们那人没露过脸，他随便在网上找一张照片就当头像了。这个夏邑他是活生生的人呐，这多好一突破口啊，是不是？你自己分内的事干完了吗？干完了，报表，还有月度总结，还有您要的那个5000字工作汇报，我全写完了，一个标点符号没少您的。那《里海日报》的通讯员稿件呢？《里海日报》的通讯员稿件。李哥，胡所让你帮他跑一趟，是咱们辖区有个外国人签证到期还是怎么的？让你去出入境管理中心问一下。哎，你这种事儿打个电话问，打个电话就。介绍信给你开好了，本职工作也不许耽误啊。是严玲吧？坐呀，坐呀。我妈妈退休的事情，谢谢您。嗨，她一个人不容易，你顾不上，我可不得搭把手啊。快坐吧。啊。这些年啊，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当成是自己的事儿来办了，这你都知道啊。谢谢。哎，我可不图这声谢谢啊。这么些年了，完全没有音信，还故意躲着我，真让我寒心呐。你妈妈都跟我说了，你最近进步很大，非常好。你爸知道了，肯定也会很欣慰。哎，确实。当年有很多事儿啊，确实咱们俩都有问题，应该找机会说开，你说呢？而且我离婚了。你的药量，我觉得只要他的精神状况稳定就够了。好的了，我们后续再讨论这个问题。不用，随时找调。好的，以后多多合作。好，再会，再会，何主任。严老师，啊，这么巧，罗医生，我刚看背影就像你，你不是回老家了吗？对，啊，我今天早上刚刚回来。哦，我就说嘛，你既然回来了，不会故意不通知我。哦，衣服怎么了？不小心弄脏了，估计也洗不干净，就扔了。哦，我来这里帮忙会诊。这里有个重症的病人，手术完之后出现了谵妄，意识不太清楚，差点把输液管给拔了。哟，你呢？你来看医生？我来看个亲戚。哦，那你今晚？是，
我们说好要回来一起吃饭的。哎，我不是要逼着你陪我吃饭。哦不，是我的问题。我本来答应你的，说我回来就。你答应我一回来就要给我打电话的。但其实今晚我没空，下次吧。哦，你先走啊，我在这还有点事。好。等下次我俩有时间的时候，我约你。好，那我先走了，拜拜。这明明不是可以写得很好吗？早上点心可以少挨多少骂？是，那也不是您教导有方，对我大有裨益嘛。申请协查，你这是干什么？师傅啊，虽然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帮我们核实了夏邑的这个彭熙立派的护照真实性啊，但是我打电话问了他入境时候填的那个联系人号码，是一旅行社导游，对他根本就没印象，而且从他入境之后，没有在任何的派出所留过登记记录，没住过酒店，没坐过飞机，没坐过高铁，没坐过火车，这有点太奇怪了吧？所以我想来想去啊，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还有一个中国身份。所以你想在国内的户籍资料里找到这个人？啊，这不但我得批，还得一直上报到市局。我知道，但是咱们都查到，为什么呀？啊，完全可以把这个线索同步给刑侦的同志，让他们继续跟进。你就是揪着不放，你是觉得你被他骗了、耍了，没面子是不是？我不能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啊，师傅，但现在这个事儿他已经跟面子没有关系了。师傅，导弹他们遇到的那个受害人，就跳楼那个，被他们给救回来了。简雷雷呢？我那天亲眼看见简雷雷的父母在我面前哭得多伤心，多绝望。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点？我再坚持一下，我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全救回来呢？我明明接触过这个彭熙立派啊，我都离他这么近了，我感觉我马上就能够着他了。我现在如果就这么放弃了，万一刑侦那边的同事一个没留神，没注意到他呢，这孙子不就跑了吗？哎呀，我不知道咋说，我得对得起我身上这身衣服呀，师傅。要不我晚上我睡不着觉，真的师傅。我这几天我晚上我一闭眼，我全是毒螃蟹，全是救援队，全是彭熙立派，又什么夏邑的，我都快逼疯了，我已经快被他。别给我丢脸！新型的电信诈骗模式，我觉得可以并案处理。人到了，好，交给你了，你们继续。蔡志宇，别人叫你蔡蔡，对吧？说说你搭建的这个汇利币融吧，怎么运作的？网站上这个电子汇率的走势，都是你们虚构的，对不对？无论是涨是跌，你说了算。
我看你以前也是大厂的网络工程师啊，做这么个小网站，屈才了吧？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很聪明，和客户聊天，用感情拉他们入局投资是一伙人，操纵网站走势是一伙人，转移资金又是另外一伙人。客户的资金不通过网站，而是直接打到另一个银行账号上。你作为这个中间的环节，既不接触资金，也不接触客户，看似是最安全。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最先抓到的是你？你以为用多层代理，隐藏了 IP 地址，甚至跳板到国外服务器，让我们找不到节点日志，你就安全了？惠利碧荣的网络域名是从哪儿来的？我要是你呀，肯定不会傻到用自己的邮箱注册域名。我没有，我不是用自己的邮箱去。你的确没用自己的邮箱，你是找人在网上买了个境外邮箱。但是雁过留痕，我们通过域名找到了买家，就自然找到了你。你真是太不小心了，一心只想着同伙的安全，却没有人顾着你的安全。认识吗？不认识。这个呢？这个你总认识吧？你们俩都合影了。别以为你们是铁板一块儿，我们盯你们不是1天2天了，也不是1个案子2个案子了。你今天可以谁都不认识，好好睡一觉，仔细回忆回忆，他是怎么把客户带给你的。想想你的上个环节跟下个环节都有谁，你想起来的越多，也就是他们的问题越多，你自己的问题就越少，明白吗？跟我走。彭鑫入境以后去哪儿？找到了吗？还没找到，但是那个出入境管理局说，有个姓李的警官也在找这个彭西里外。你把李警官的资料找给我。好，我现在就去。叶老师好。银玲，我刚才在这职称名单上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这也太说不过去了。我拿了处分，凭职称不给过，难理解。再说学校也要对其他老师有所交代。一天到晚的帮别人，结果呢，你还把自己给害了。没那么严重。你呀，就是不知道轻重。万一没评上，影响你续聘呢？夏邑护照信息已经和出入境管理部门核实过，是真的。你上次问我的那个人是谁？在海边的那个。我会接着查。蕾蕾，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只是要告别吗？
意思，确实没见过这样。设计免费纹身，有意私聊。哎，给我也试一个。设计专业毕业生，功底扎实，急需模特积累纹身作品，所发作品皆可纹刺，不收取任何费用。感兴趣者直接私信。哎，罗医生你好。严老师，今天晚上你有空吗？上次你从老家回来，我们就没约上。今天刚好有家餐厅开业，要不要一起去尝尝？哦，今天是星期二。你又要居酒啊？不是。明白，对不起啊，是我打扰你了。哦不，你误会了。行，今天晚上没问题。太好了，今天晚上6点半，我把餐厅地址发给你。好。这边，小六。乐乐，我一会儿把你送到编程教室，完事让你爸来接你。那你呢？我要去和罗医生吃饭。罗医生，他人挺好的。妈，我觉得你应该穿之前干妈送给你的那条裙子，还是新的呢，都没有见你穿过。我身上衣服怎么了？不好吗？像个女老师。我本来就是个女老师啊。反正我觉得呀，你穿那个肯定比穿这个好看。来了。包包交给他们吧。我来帮你。谢谢。请坐。喝一点吗？不了，我今天开车了。喝一杯吧。我知道你难喝，喝了酒就叫代驾，算是陪我。行。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突然很想见到你。我今天收到消息，我父亲去世了。他失能这么多年，对这么一天，我早有心理准备。身为一个医生，看过这么多生离死别，但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还是会。他很严肃。我很少见到他的笑脸，他也很有才气，但可惜生不逢时，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农民，斧头、油锯代替了钢笔，后来被一棵倒下的树砸断了腿。我唯一一次见到他笑，可能是我考上医学院的时候吧。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样子很脆弱？不会，不会。其实做我们这一行的，
很悲哀。我们长期处理其他人的情绪问题，但自己却很难得到别人的安慰。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告诉我这些，我能理解。你说的我都懂，我都能理解。今天收到消息的那一刻，就只想给你打电话。打扰一下，请慢用。你也吃一点吧。我约你出来吃饭，又跟你说了那么多悲伤的事，害你没有胃口，会让我很有罪恶感的。怎么了？我爸爸也去世了。在我14岁那年。人家说，一个人的悲伤说出来，可以减少一大半。今天谢谢你，陪了我一晚上。你节哀，保重。你要是心里难过的话，我就给你打电话。到了，告诉我。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快，上车再说。他知道你怀孕了，还把你打成这样，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不要替他找理由。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会有这个纹身？谁让你纹的？是你老公吗？是他吗？不是他，我和他没有关系，这一切全都赖我。我是一个很坏的人，活该他打我。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说拍完就可以抵掉一些利息。你说，雷雷她去借裸贷？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你借了多少钱？本金18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滚利越多，到最后有好几10万。那你家里人呢？他们没有帮你吗？
我那段时间跟家里人没有联系。我父亲去世了，因为我。当时原本我是在家陪我爸，但是我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我就跑出去了。然后他就心梗发作了，我不在家，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小，我特别不懂事儿。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也不……那之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好了。我知道她怪我，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就从家搬走了。后来，我妈很伤心，移民去了国外。我现在想想，我那几年真的生不如死，我做了很多错事，包括借钱。再后来，我就遇见了刘平，他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不想瞒他。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心疼我，然后就去和我纹了一样的图案。他说他纹了这个图案，这就不再是一段痛苦和羞耻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感情的见证。但是接受过去那样的我可能太辛苦了，他每次喝完了酒就忍不住的骂我打我，我一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那个纹身，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姐，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不会啊，当然不会。那你接下来呢？有什么打算吗？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想买一张机票出去躲一躲，因为我的钱都交给他了。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他也许比我更后悔更痛苦，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因为你们都觉得干妈是坏人，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我一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我没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我没能救你？林姐，可心，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因为那段过去挨他一辈子打吗？我
不怕，但是我害怕我的孩子和我一样爱他。你有没有想过改变，重新开始？你的意思是离婚？我想过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和我一样每天担惊受怕。犯一次错就要及时止损，不能用另外一个错误再去弥补，这样只会错上加错，最后到无可挽回。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没有人帮他，所以他只能一错再错，最后连后悔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都不要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了，好不好？那我该怎么做？我帮你找律师。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你需要有人来帮你。谢谢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我们要是早点认识就好了。先不说这些，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2个人。爸爸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谢谢，谢谢。别哭了，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